男子绑架一名9岁的女孩，并将她监禁在和家人一起居住的房子里，长达9年时间都没有被发现。2000年的1月份，一位74岁的母亲跑到精神病院求助，说她的儿子长期虐待她。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来精神病院了。早在4年前，她就向当地警察局咨询过儿子的问题。当时她被转介到公共卫生中心，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咨询。1999年的12月，她再次到精神病院咨询。她说儿子脾气暴躁，只要我不听他的话，他就打我、踢我，把我绑起来，甚至不让我去卫生间。她解释了所遭受的暴力和儿子的情况，并且要求入院。然而医院认为，除非与病人会面，否则他们也无能为力。所以他们回应说，请带病人一起来。回到家后，母亲向儿子佐藤宣行转达了医生的建议，但宣行自然不肯去医院。无奈的母亲于2000年的1月再次来到精神病院求助，最终医院决定上门强行让宣行入院。副院长带着律师和工作人员一行7人来到了宣行的家，并且上到了他所在的2楼。当他们推开门时，宣行正在床上睡觉。当宣行注意到工作人员时，他提高了音量，并且变得十分暴躁。工作人员设法控制住他，并将他带出了家门。母亲在这时松了口气，大喊道：一切都结束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他们发现床上的毯子似乎有轻微的动静。工作人员起了疑心，一把掀开被子，他们发现一个女孩正躲在毯子下面。这个发现让房间里的所有人都惊呆了。从工作人员的询问中得知，女孩就是失踪多年的佐野房子。她被关在这个房间里已经有9年零2个月了。自从她踏入这个房间，就再也没有出去过。长期的营养不良让她瘦得皮包骨头，她的双腿肌肉已经退化，几乎无法独立行走。时间回到9年前，也就是1990年的11月13日。当时的宣行28岁，无所事事的他正开着妈妈的汽车在外面兜风。当车经过3条市附近时，他看到了回家路上的佐野房子。当时的佐野年仅9岁，刚上小学4年级。宣行看到佐野时，就立刻决定要绑架他。尽管这是犯罪，但在宣行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决定。宣行将车停在了佐野的面前，然后拿着刀下了车。他用刀指着佐野，并让他保持安静。小小的佐野被吓得不敢出声，宣行则一把抱起佐野，将他塞进了汽车的后备箱里。回家的路上，他用胶带绑住了佐野的手脚，并蒙住了他的眼睛。大约在晚上8点左右，宣行将车开回了百齐市的家。他带着佐野进屋时，要求佐野要格外的小心，因为这间房子里还住着他的母亲。宣行威胁佐野，如果不听他的话，就把他埋进山里，或者把他扔进海里。年幼的佐野听到这些话，自然不敢有一丝反抗，只能乖乖按照宣行的吩咐行事。宣行则趁母亲不注意，偷偷摸摸地将佐野带到了2楼的房间。这个房间是宣行的卧室。宣行虽然和母亲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但在很多年前，他就严令禁止母亲上楼。长期遭受儿子暴力的母亲，早就对儿子的话言听计从。可怜的佐野被带进这间卧室后，就正式开启了地狱的大门。为了恐吓并完全控制住佐野，关上卧室门后，宣行就打了佐野几10拳。随后，他用胶带绑住女孩的嘴、手和脚，并威胁她说：你是逃不出这里的，以后必须照我说的做。佐野的父母因为等不到女儿回家，于当晚7点45分左右报了警。警察和学校的工作人员一直搜寻到第2天都毫无线索。后来警方成立了特别调查组，扩大了搜索范围，并调派了直升机搜寻，可惜案件仍然没有丝毫进展。因为这起案件没有目击者，是一起毫无预谋的突发犯罪。案件的调查最终进入了停滞。心急如焚的佐野父母根本想不到他们的女儿正在经历着人间炼狱。宣行出门时会将佐野紧紧地绑住，
还严格嘱咐他不准发出声响。起初佐野经常会因为捆绑拉伤胳膊和腿，难免会哭闹，但每次换来的都是宣行无情的殴打，而每一拳都会击中他的头和面部。长期的捆绑让佐野丧失了逃跑和求救的意识，渐渐的他变得越来越顺从。被监禁的3个月后，宣行不再捆绑佐野，逐渐放松了束缚。但是他要求佐野未经许可不准下床，哪怕大小便都是用塑料袋来解决。被监禁的这些年里，佐野只洗过1次澡，衣服也是穿破了才能换。他曾拿着母亲给他买的电击枪抵在佐野的身上射击。佐野知道自己发出声响会遭到殴打，很多次他都是咬着自己或者是咬住被子忍了下来，但电击枪的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了，佐野总有承受不住的时候，而这时就会遭到宣行的暴力殴打。可怜的佐野不仅身体遭受着折磨，平时几乎也吃不饱饭。起初佐野吃的是母亲给宣行做的夜宵，但渐渐的他只能吃到便利店的饭团。一开始他每天被允许吃2个饭团，后来每天只能吃到1个饭团。被捆绑前，佐野的体重是46公斤，而他被发现时体重只剩下38公斤。从9岁开始的9年本来是一个成长的时期，但佐野的体重还掉了8公斤。很难想象他弱小的身躯顽强地遭受住了那么多年的折磨。如果不是宣行对母亲愈演愈烈的暴力行为迫使他向外界求助，佐野很有可能会死在宣行的手里。那么宣行为什么敢肆无忌惮地对待自己的母亲呢？其实年幼时他也是一个正常的孩子，这一切还要从他的家庭背景说起。宣行的父亲是一家出租车公司的总经理，61岁时再婚。宣行的母亲是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销售代表，结婚时35岁。父母的年龄相差了26岁。佐藤宣行出生时，父亲62岁，母亲35岁。年迈的父亲非常溺爱这个孩子，给他买了所有他想要的东西。当他上小学时，一位朋友告诉他，你的父亲看起来就像你的祖父。从这之后呢，他的心里逐渐产生了变化，他对家人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改变。他开始称父亲为老头，并开始扔东西打他。当他进入高中时，开始对母亲大喊大叫，质问母亲为什么要嫁给那个老男人。他对父亲的暴力也开始逐渐升级，他几乎每天都会对父亲拳打脚踢。也许是因为太爱这个孩子了，父亲并没有对宣行发怒。高中毕业后，他在市里一家精密零件制造厂找到了一份工作，但2个月后，他就因为经常迟到被老板责骂，从而辞职了。从那以后呢，他就不再工作，开始宅在家里，整天把自己关在2楼的房间里。他警告父母，绝对不可以上2楼。宣行20岁时，父亲因为无法忍受家庭暴力，离家投靠了亲戚。此时他的父亲已经有81岁了。那么父亲离开以后呢，佐藤和母亲可以说是相依为命，但是他并没有善待母亲，而是把暴力转向了他的母亲。当母亲说我也要离开这个家时，宣行勃然大怒，并放火烧毁了家里的佛堂。幸运的是，火势没有造成大的损失。1985年，他的父亲从亲戚家搬到了疗养院，并于4年后离世，享年89岁。这是宣行绑架女孩的前1年。宣行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间里，暴力也开始逐渐升级。他向母亲扔东西，对她使用电击枪，而讽刺的是，这把电击枪还是母亲亲自买的。1991年4月，宣行命令他的母亲去买一把电击枪。宣行越来越暴力的行为吓坏了他的母亲，所以宣行让母亲做什么，母亲都只能照做。即使这样，宣行依然不满足，照样对母亲拳打脚踢。忍无可忍的母亲在多方求助后，终于带来了医院的人，才揭示了这桩可怕的绑架案。2000年2月11日，37岁的佐藤宣行因涉嫌绑架、监禁、致伤未成年人被捕。而宣行的母亲则说自己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女孩。
然而可疑的是，这9年里，他一直生活在1楼，却从未注意到2楼女孩的存在。大概是出于对宣行的恐惧，尽管他感觉2楼除了儿子之外，可能还有其他人，但他还是尽量不去想这件事。事实上，宣行在26岁时就曾因猥亵一名小学4年级女孩，被校方人员察觉逮捕过1次。当时他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，缓刑3年。不过当地警方并未将这次事件列入到他的档案中，这直接导致了佐野被绑架时，调查人员忽略了他，而佐野因为长期的监禁和虐待，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。据调查，佐野被监禁期间，轻微的殴打就有700多次，较重的殴打也有200至300次左右。2022年1月22日，法院判处佐藤宣行14年有期徒刑。随后他提出了上诉，2审法院判处了他11年有期徒刑。或许他认为再次上诉刑期会更短，于是他再次提出了上诉，但最高法院认为11年刑期过轻，下令地方法院判处14年有期徒刑。最终佐藤宣行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。宣行和母亲分开后，经常说我想要回家，他一边哭一边喊妈妈。也许只有当他独自一人时，才能意识到母亲对他来说有多重要。